中越两国海警船在万安滩展开激烈对峙，而面对挑衅，中国海警船正面展开反制。越南渔政船因为实力差距悬殊，不敢轻举妄动。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相关信息，欢迎搜索一下中越对峙，获取更多关联资讯。嗨，我是亚楠，欢迎打开我的视频。你还可以搜索亚楠世界公众号，收看我每天的更新哦。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虽然越南是中国的邻国，且同样是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中越关系却一直处于一种很微妙的状态。特别是在最近这段时间啊，美国政府高层呢是相继对越南进行访问。首先是在3月份的时候啊，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就前往河内与越南政府高层会晤，就加强美越贸易进行了交谈，希望在2023年双方贸易总额可以超过1200亿美元的规模。然后是美国战略中心官员前往越南访问，与越南政府相关机构的负责人就越战问题进行讨论，提供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最后就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越南的访问。虽然出访越南当天，河内上空出现了大雾天气，但是布林肯在与越南总理会晤的时候呢，就表示希望河内上空的阳光可以照耀美越关系。这种主动示好的表态也获得了越南方面的认可。在随后举行的活动中布林肯也是趁热打铁，不但提出全面提升双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议，而且呢还公开为越南喊话。他宣称美国支持越南在南海问题上维护自身的利益。随即布林肯向越南转交了此前答应援助的第3艘海警执法船，并且呢布林肯也特意强调，美国将会根据后续的情况决定援助的类型和规模。对此呢有分析人士就表示，美国这一举动是打算通过支持越南的方式来加剧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和问题的复杂化，最终实现激化中越矛盾和分歧的目的，从而确保美国可以趁机浑水摸鱼，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但是就当前的情况来看，越南似乎非常认可美国这种方式和做法，那这也是直接导致越南对华态度出现了较大的转变。根据国内媒体消息称当地时间的5月6号，中国海警执法船在南海万安滩海域与越南渔政执法船进行了一场近距离的对峙，整个对峙时间呢是持续了大约1天，所幸是没有出现冲突升级的情况。在上个世纪70年代，因为中国当时自身实力较弱以及其他的历史原因的影响，越南和其他的南海周边国家趁机非法占据了不少中方的岛屿，以此为基础盗取南海地区的油气资源。对于这种强盗行为，中方早期通过外交手段进行抗议和谴责，但是收效甚微。而随着中国整体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对南海地区的控制力度也在不断的增强。因此呢，中国海警船也是不断的在南海巡航游曳，不仅要为中国渔船渔民的海上作业保驾护航，而且还需要驱逐不请自来的外国非法船只。关于这一次中越海上对峙事件，当时中国海警船在万安滩海域发现了越方正在该处非法开采油气资源以后开始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拍照取证，以便相关部门在与越南方面交涉的时候使用。而在发现中国海警船之后越南渔政船也是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干扰中方海警船的执法取证。在双方展开近距离对峙的时候呢，收到信号的另外一艘中国海警船也是紧急的前往万安滩海域进行支援。这一次支援的海警船是一艘满载排水量超过4000吨的存在，搭载了一门76毫米单管舰炮，不管是吨位还是火力都位居世界一流水平。而在看到双方实力差距悬殊之后，越南渔政船也是彻底停止了挑衅，不敢有任何的轻举妄动的想法。根据不完全统计越南每年在南海非法开采的油气资源是超过了200亿美元。越南也是拿着这些资金向国外军工企业采购大量的武器装备，以及训练海军部队，妄图继续非法占据南海岛礁。再加上有美国在背后站台背书，越南也是更有底气和勇气与中方开展交锋和博弈。但是越南也应该明白，中国一直希望可以加速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并不是退让和妥协，而是希望与周边国家一起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实现一次成功的共赢。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中方不会有任何的退让和妥协，这一点包括越南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应该知道。如果指望通过美国的支持来挑衅中国，那么最后付出惨痛代价的时候可就别怪中国没有事先提醒了。那好了，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欢迎在视频下方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哦。